在美国买房避坑指南，4个必须避开的高风险时机。在这段时间里，见证了太多的朋友和客户在买房的时候因为判断失误而蒙受损失，其中不少的错误都出现在对买房时机的把握上。我们今天来结合一下真实的案例，和大家一起分析4个常见的错误买房的时机，帮助大家在关键的节点做出更稳妥的决定。如果你正处在观望阶段，不确定现在是否适合买房，建议你获取一份针对个人情况的买房时机的评估。我们会根据市场数据和需求，帮测算出不同时间入市的利弊，让你每一次决策都有数据和逻辑的支撑。第一个错误时机：收入波动期。如果您在面临被裁员的风险，刚从 W2 转为1099，还在适应新的现金流模式，或者所在行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那么建议您谨慎观望，不要贸然的购买房子。曾经有一位朋友从科技大厂跳槽到一家初创的公司，收入虽然翻倍了，但是不足半年，公司便启动大规模的裁员，随之而来的是在失业压力不同的时候承担房贷、地税、保险和维修费用等等持续支出。最后他不得不出售房产，虽然成交价与购入的价格接近，但是各项卖房的成本，包括经纪人佣金、房屋布展费用、交易税费和过户费用，累计亏损20万美元。如果选择硬扛不卖房子，必须确保有充足的并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否则房产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因此，稳住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第二个错误的时机是情绪驱动下的冲动入市。在市场高度狂热、房价节节攀升的时机，购房者最容易陷入一种集体性的心理暗示：再不买就永远买不起。这种心态的形成，往往并非源于冷静的市场分析，而是长期被高成交速度、频繁的价格上调和周围人不断买房的消息所刺激。每天看着昨天还在观望的房源，今天就已经挂上了，价格一周比一周高，心里的紧迫感就会不断的放大。2022年是这种情绪的高峰期，超低的利率让资金的成本极低，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又营造出了一种全民买房的氛围。同事买了，朋友也买了，邻居也在买，不买好像就错过了时代的列车。于是，许多原本计划再观察一段时间的人被推着上车，匆忙成交。然而，市场在短短半年后出现回调，房价平均下跌10%左右。这意味着一套100万美元的房产，短期的账面损失就可能达到10万美元。而购房的时候支付的交易的税费、经纪人的佣金、装修的布展等等成本，则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都无法收回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倾向于在市场刚刚转冷的窗口期出手。虽然这个阶段的利息未必处于最低，但是房价通常已经开始松动。卖方在谈判当中会表现出更大的让步意愿，买方可以用更充裕的时间做尽调，争取更有利的价格与条款。需要明确的是，房价买高是无法逆转的真金白银的损失，而利率偏高则是可控变量。未来利率下降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再融资降低成本。因此，当你怕买不起的情绪驱动的时候，恰恰是需要按下暂停键的信号。购房的决策应该建立在稳定的财务基础、充分的市场分析与清晰的自我需求之上，而不是在情绪的驱动下草率入市。
第三个错误的时机，盲从熟人的建议，忽略市场的高风险决策。在房地产投资当中，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仅凭亲友的一句话就决定买入他们觉得不错的城市，诸如德州涨得快，佛州阳光好，这个城市以后一定会火，这样的说法我们听过无数次。但是必须明确，别人眼中的不错，并不等于它就适合你的资金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的目标。如果只是因为某个城市过去几年涨幅亮眼，听说回报高，然后就贸然入市，你很可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波涨势的驱动力是什么呢？未来是否具备持续性呢？盲目跟风往往意味着你在追逐过去的行情，而非布局未来的机会。我的判断构架一向清晰，长期看人口的流入趋势，中期看土地的稀缺性，短期看政策的红利。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房价才具备稳健的支撑。例如德州、佛州，尽管近几年来涨幅可观，但是由于土地的审批宽松，供应持续增加，中期价格上行的动力不足。结果不结合这些核心变量分析，仅凭别人买了赚了的故事入场，很容易在市场调整的时候成为接盘者。投资房地产不能只看过往的表现，更要评估支撑上涨的底层逻辑是否依然成立。买房之前，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未来人口流入是否可持续？土地供应是否稀缺？政策优势是否会延续？这才是决定一个城市是否值得投资的关键。第四个错误的时机，市场拐点后的惯性出手。在火热的市场当中，长期的抢房的买家往往会形成一种惯性，习惯于加价、快速下单，甚至在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以后，仍然用旧节奏去做决策。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明明市场已经降温了，买房溢价空间增加，但是他们依旧沿用怕错过的思维模式。2025年的春天，举个例子，4月份仍有大量的买家按照加价成交的方式出手。而到了5月份和6月份，同类房源的价格已经开始松动了，不少挂牌的房源在市场上面停留的时间明显延长。有一位邻居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4月份的时候用加价抢房的方式买了一套心仪的房子，而卖家心知行情已转，仍然收到溢价，自然暗自庆幸。市场刚刚转向的时候，信息和心理往往存在滞后，这正是买家最容易迷失方向的阶段，但也是买家最容易获得额外筹码的机会期。多观察1-2个月，你可能就能争取到更好的价格、更宽松的成交条件，少付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的溢价。购房是一场与市场节奏的博弈，尤其在拐点的时期，更应该摒弃惯性的思维，用最新的市场信息指导决策，而不是被过去的经验牵着走。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买房从来不仅仅是挑一套房子，更是你的人生阶段与市场节奏之间的一场博弈。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房子的本身，而是你入场的时间点、当下的状态以及你做决策的方式。这些坑，很多华人都走过，也见过太多的人重蹈覆辙。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用更少的试错成本走得更稳更远。对于所有正在关注买房机会，尤其是希望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找到合适入场时机的朋友来说，理解市场节奏与个人条件的匹配关系，将有助于你在关键的节点中做出更优决策。如果你希望获得更系统的买房时机分析，
或者结合自身情况定制专属的购房策略，帮助你在市场变化中把握先机。投资美国房产，90%华人都栽过的坑。华人投资美国房产，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房子好就行了，但是其实坑太多了。见过太多人房子没有问题，投资却一地鸡毛。核心的问题是，眼光只盯着房子，却忽略了市场、成本、租客和退出的策略。我们不讲套路，不讲技巧，只讲底层判断力，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少走弯路。听懂这些不是保证你能赚很多钱，但是能帮您避掉80%的坑。专注地产投资的创业者，我们只谈实战，不扯谈。欢迎订阅，感谢支持。